嗨，各位我是金。最近呢，还是有看到蛮多人在问怎么去刷银币跟金条。那再加上巴哈有个狠人呢，分享了翻桌的赌局玩法。那我自己呢也实验了一下，发现了更容易刷的地点，就是在这个贝根村的场子里面。刷这个前提呢，是你要能够使用锅子的收纳功能，还有呢，你的起始资金要有150银。这个应该是不难啊，一开始有在雄狮大宅偷那个壁炉的金条，前面不太容易花完。那入局呢，不管你是一个人呢，还是3个人，我建议呢是都坐下来，人数越少其实越好处理。等 NPC 呢被系统派发银币之后，就可以直接取消，然后开始翻桌。想办法呢，贴在 NPC 的脸上呢，用最近的距离从锅子直接放出来。你在路上打怪捡到的会电人的石头，这里有个要点要注意一下，因为石头的攻击呢不属于我们主动，但是当我们用钩索去移动它的时候，就会变成是犯罪行为。所以在我们刚入场内，周围有很多围观 NPC 的时候，千万不要尝试收回或是移动石头，是非常容易触发犯罪的判定。这个也是我觉得贝根村会比较好刷的原因啊。这里的室内空间相比沙漠的那个托马索大很多，NPC 呢也不会挤在一团。我们在丢石头的时候不容易卡到空间的限制。缺点就是那边的 NPC 呢持有银币是每人300，那贝根呢是每个人150啊。如果你发现周围的 NPC 都跑了，你就可以回收一些已经占住空间的石头，重新再丢一次。剩下就是看运气啊。如果石头落下来的位置呢都没有被挤到天花板的话，大多都是能够慢慢电死赌桌上面的人，而且他们因为赌桌的任务基本上受伤也不会移动。运气好的时候呢，几秒钟就搞定了。然后石头我们也不用回收直接从传送点重新走回来。当我们离它太远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回到铁锅了。那记得你成功洗劫一桌之后，一定要先存档，避免我们等第2、3轮手残呢去触碰到警戒的状态到时候就会相当麻烦啊。还要得跑一趟神父我有罪，主要还是犯罪呢会重置我们银行的分润结算周期这边呢都只是为了凑我们当冲的启动资金，大概洗个5000到1万银币就差不多足够剩下呢我就全靠银行的 SL 当冲大法，我们来翻倍资产。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怎么弄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讲给新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大程度也吸引到很多平常可能不怎么玩游戏的人。简单来说就是靠读取记录来刷出银行赚钱的那个时间线。我自己呢是会备份3个档案存档点分别会是银行结算前的30分钟、15分钟、3分钟，这是游戏内的时间分好几个档案呢，是避免我们自己手残按错。存好之后呢，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记得存档前先把风险收益拉到最高，然后开始等银行结算。赚了呢，你就先存在第4个档案多刷几次我目前刷过最高的趴数是48%，那你觉得趴数够了就可以停手。反正这个游戏你估计会玩很久以后多的是时间来玩当冲，那也不用担心会等太久游戏时间呢，每分钟大约限时5秒而已预留3分钟呢是怕会有 bug有时候存档的瞬间可能已经结算，这样的话只能再等游戏时间3天后才可以再玩一次 SL 当冲然后现在银行用来滚利的金条呢是有上限80根的，超过呢它就超级容易卡 bug 死不结算我自己测试过很多次80根以上呢，我等结算等到10分多钟但其实金条呢数量在往上，如果获利的趴数不高，那可能还不如80根获利35%或者45%，而且呢它也不会卡结算的 bug 时间效率来说我是比较推荐80根。那应该会有人问说刷这么多干嘛？游戏内的货币用量又不高。确实你单看商人的物价呢，几个金条其实就可以一路达到通关了。不过后面其实还有派遣佣兵的玩法，是要捐钱给教会可以让我们的派遣奖励翻倍其中呢不乏构建我们 build 重要的阿比斯齿轮那些全部都是要消耗大量的营地资源，全部靠我们自己纯手搓。我觉得可能千鸟跟螺旋丸都可以被我搓出来，所以教会的捐献我自己认为是必要的。而且呢3个地区的教会捐献总金额一共要660万的铜币我自己换算下来大概是132个金条。不过教会的实用度呢，还是要根据你的地图进度来捐献前面如果在艾尔南德还有德梅尼斯，差不多40根就可以打死啦。最后呢是贸易的部分，我看没有什么人讨论我就自己研究了一次
有个大前提啊，贸易呢绝对不是为了赚那一点点的毛毛雨啊，真的要资金呢，怎么样都不会比用 SL 当冲还要快。我只是不想让这个游戏崩坏的货币呢，来盖住这个帕威尔大陆美丽的每一帧呢。这个跑法呢，不限你的营地是否有搬回佩伦。其实，在廊丘跑贸易的话，还会再舒服一点，因为从佩伦南下的路呢，真的是他妈的有够烂。但是我已经搬回去了，所以地图的路线呢，还是会以佩伦为起点。我知道有用马来传送的方法，但是如我刚刚所说的，我真的要钱呢，我还不如刷银行。所以我是真真实实的跑了好几趟哦，才把我的跑商 Google Map 修改到现在的版本。那我们要先理解贸易规则，马车呢有货物的时候，直接召唤回营地是会有损失的。王室交货的 CD 时间呢，是以我们交货的那一天开始算7天 CD。每当我们点下交货的那一刻，整个大陆的贸易品价格呢都会有波动，尤其是王室的产品。我一开始出发前就有确认过王室当周的交易品，结果呢，我到金峰交货的瞬间，他就给我换了。就害我白带其他的贸易品。金峰商会呢，我观察过2周，它利润最高的就是盔甲跟枪，而这2个贸易品呢，都是可以透过派遣制作。东西呢是直接进到我们仓库，所以第一站我通常都是设定到金峰，一趟下来满打满算呢，其实只要花我们8分钟。然后派遣1周下来呢，可以生产315件的产品，但是呢交货最低量是25哦，所以你记得载货的时候以50为准。然后就是在这个稀烂的地图呢，帮我们自己建立好 Map 导航。由于呢标注点它是有后台上限，所以我们没办法整条路都塞满标记。那我最后呢是挑了岔路呢，或者是路很烂的看不清楚的地方来设定标记，引导自己。你可以用我这套方法来设定，连续的3个标记呢，就能够知道我下一个路口是要直行呢，还是要转弯。我挑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宽大的路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暂停截图哦。不然马车呢是真的鸡巴难控啊，冲过头那个回转难度堪比你开了5尺长的大车，难受的要死。重点是马车它不是无敌的物件，它如果压到人呢、动物或者是路肩栅栏呢，它会损坏啊，但是没有血量，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掉。要是翻车哦，你整批货你就得自己捡，那个货物有没有耗损，我是没有心情算啊，因为我他妈的真的是赌烂。总之呢，你到商会下货之后，就可以查看最新的王室交货品它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会遇到商会有卖的，如果商会没有，你可以查看一下下面的港口商团，他们也会有对应的产品。如果有，你就可以直接拉货到王室去交了。那王室交货的时候呢，是不需要跟 NPC 对话，你只要把车直接撸进去啊，就可以触发交货剧情。结束之后呢，王室也会无条件帮我们修车，然后送回营地啊。我觉得这点呢，还算是非常贴心啊。那其他细节也说一下，马车一趟呢，从佩伦到金峰商会，大概会消耗1/3的耐久度。你说我为什么知道？那是因为他妈的我搞爆过啊！我一趟正常走回来，然后把马车招回去，消耗1000多的铜币。结果我搞爆的那一趟修了我3000多。所以路程设定呢，不要拉得太长线，避免你中途爆胎失控。不然我是蛮想走沙漠线看看的啊，无奈马车的维修现在只有营地可以做到，我怕到沙漠拉没几趟了，我就得回营地啊。那光是走过去的路程，我就不敢想象有多漫长。希望官方可以对贸易系统做一些调整，先把贸易的利润拉高吧，然后呢用金条来结算吧，不要直接结算进入营地资金啊，不然我们玩家是没什么选择权的。然后就是马车的中途修理问题啊，我觉得要多设几个休息站呢，可以维修。不然真的很可惜啊！想说终于可以当一回罗伦斯了，从地图的一端呢行商到另外一端了，现在就只差一个赫罗啊！